辉宝这是看到了什么，突然性的向后撤步，原来是江爷爷来了。江爷爷和辉宝玩起了欲擒故纵。江爷爷来到辉宝面前，挑逗了一下辉宝，转身就跑。涉世未深的辉宝完全着了爷爷的道，辉宝直接追到了爷爷的房门口。爷爷抱起辉宝就回了家。辉宝完全没有学到大姐姐福宝的聪明劲儿，福宝是拿捏爷爷死死的，而辉宝则是反被爷爷拿捏。这要是出门，肯定会被姨姨们拐跑的。而今天的爱宝依旧是尽职尽责的熊猫妈妈。今天瑞宝自己去到福宝姐姐的独木桥上玩耍，爱宝看到后怕瑞宝摔伤，前去扶着瑞宝。没想到爱宝刚到，还没来得及出手，瑞宝就坚持不住了，摔了下去。摔下去的瑞宝转头又去了稍微矮点的小树前玩耍，打算再挑战一下小树。而爱宝并没有因此走开，而是走到瑞宝身边，继续陪着瑞宝，陪瑞宝慢慢练习。而此时的辉宝则爬到了小亭子上，抱着眼前的大树桩玩耍。而瑞宝在小树上玩腻了后，一头扎进了泳池里，不过很快又爬了上来。而爱宝则来到了小亭子上，这样可以一边休息一边看着瑞宝。辉宝此时站起身，眼看妈妈和姐姐玩得这么开心，有点吃醋了，自己去到一边生闷气。不知是不是爱宝看到了生气的辉宝，爱宝走来小亭子，像是特意过来安慰辉宝的。辉宝看到妈妈来了，心情也一下变好了，开心的在小亭子的护栏上来了个倒立。调皮的辉宝又在门口和南天竹打起来了。而此时的爱宝正趴在奶爸的通道门口等下班。爱宝等下班时总是这般乖巧，情绪稳定，不吵不闹。但看到辉宝在园区搞破坏，情绪稳定的爱宝便也变得不稳定了。爱宝走上前给辉宝拉倒。爱宝表示这班不想上就别上了，快跟我回家吧，你们整天破坏园区，晚上回去奶爸还要唠叨自己。爱宝给辉宝拖到通道门口，让辉宝乖乖和自己等下班。而此时的瑞宝正在小滑梯上吃竹子。这2周辉宝变调皮后，瑞宝一下子就显得乖巧了。难道姐妹俩这是轮流给姨姨们营业，懂得合理排班？而前2天姨姨们看过辉宝挨揍，今天瑞宝也被爱的教育了。不过瑞宝懂得反抗，妈妈打自己一巴掌，瑞宝就会还妈妈一巴掌，一点亏也不吃，和妈妈打得有来有回。一会儿瑞宝辉宝都来到了妈妈身边，陪妈妈一起等下班。母女3个这有爱的模样快要萌化姨姨们了。瑞宝辉宝姐妹俩围绕在妈妈身边转来转去，而爱宝一会儿在通道门口坐一会，一会儿又在爷爷的门口坐会。但爷爷们考虑到如果让瑞宝和辉宝跟着妈妈一起回家的话，姨姨们会有点无聊，觉得没人喜欢看自己单纯收拾竹子的样子，于是便先让爱宝回家，留下了瑞宝和辉宝陪自己收拾竹子。这样姨姨们可以多看一会儿瑞宝和辉宝。宋爷爷来到园区，一边收拾竹子一边挑逗着姐妹俩，不让姐妹俩在园区无聊。宋爷爷拿头和瑞宝对对碰，爷爷的气势给瑞宝吓了一跳。第2天爷爷来接姐妹俩下班时，姐妹俩此时正睡意朦胧的。宋爷爷趁姐妹俩睡觉的功夫，先给竹子全部整理好，这样一会儿可以直接抱姐妹俩回家，会省事儿很多。而瑞宝这时醒了过来，但瑞宝没有去打扰爷爷，而是睁开眼睛，侧着脑袋看着爷爷忙碌。这小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。瑞宝和辉宝姐妹俩在园区的小泳池里玩耍了起来。现在的小泳池里面没有水，所以姐妹俩可以放心的玩耍。而此时的爱宝正在小滑梯上睡觉，放任姐妹俩自己玩。此时的小泳池像是姐妹俩的秘密基地，只要姐妹俩藏在小泳池里，便谁也发现不了自己。瑞宝在泳池里玩耍够了，来到小泳池上面。瑞宝躺在草地上，扶着身边的南天竹打着滚儿，而辉宝则继续在小泳池里探索着。一会儿辉宝也玩耍够了，起身离开。而这时瑞宝却又来到了小泳池里，但看到妹妹不玩了，自己又不想玩了。姐妹俩的这有趣的小心思和人类小孩一模一样的。而此时的爱宝似乎是被这姐妹俩吵醒了，但爱宝表示就算自己醒了也要假装没睡醒。这俩孩子爱宝是一点也不想带。一会儿5分钟时间到了，姨姨跟着队伍来到了室外园区。此时的福宝正在通道门口徘徊，应该是福宝的生物钟提醒福宝该回室内园区了。福宝围着通道门口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不过这次通道门真的打开了，福宝便回了室内园区。而此时隔壁的乐宝正在小亭子上睡大觉，每次看乐宝时，乐宝都是在享受生活。随着福宝的离开，姨姨又重新去排队了。而今天福宝的体重又从200斤上掉了下来，福宝是懂得如何控制自己体重的。也有姨说是福宝今天只是多拉了1斤青团，一会儿出门再吃1斤就胖回来了。福宝表示自己才不要做200斤的大胖子，自己要做跟风一起晃动的纤瘦小公主。而在今天，
瑞宝、辉宝下班时，江爷爷来到园区接瑞宝、辉宝姐妹俩回家。现在温柔的动作已经控制不住辉宝了，江爷爷抓着辉宝的后脖梗提了起来，先给辉宝放到了小木床下面，让辉宝在小木床下面等一会儿自己。辉宝再也不是刚出门时的社恐熊了。爷爷给辉宝放到小亭子下面后，开始在小木床上打扫小木床上的竹子，而辉宝则在不断的想要再次爬上去。江爷爷正藏在小木床后面和瑞宝、辉宝躲猫猫，但很快聪明的辉宝就发现了爷爷。辉宝站到小木床的靠背上，问爷爷蹲这儿干嘛呢？江爷爷看到自己被发现了，扛着竹子尴尬的离开。早上姨姨来到园区时，瑞宝正在大口大口的啃咬小滑梯，可能是因为最近在换牙期，牙有点痒。而辉宝此时正在通道门口，像是想回家了，想让爷爷给自己把门打开。没想到辉宝小小年纪就有了对上班的厌烦。一会儿，江爷爷来到园区，瑞宝看到爷爷走了进来，注意力便从小滑梯上转移到了爷爷身上。爷爷问瑞宝怎么给自己弄得这么脏。江爷爷心疼了一秒自己新换的白手套，但手套显然没有自己宝贝孙女重要。爷爷用自己的新手套给瑞宝擦了擦身子，摘了摘上面粘的竹子或是青团弹渣之后，将爷爷抱着瑞宝，给瑞宝挪到了干净的小亭子上。给瑞宝放好后，将爷爷又去到了通道门口捕捉辉宝，将爷爷给姐妹俩统一抱到了小亭子上，之后自己去小木床上整理竹子，而姐妹俩却通过独木桥一前一后的又跑了过去。瑞宝跟在辉宝身后，辉宝的平衡能力明显更好一些，辉宝都爬到小木床上了，瑞宝还没走到一半，辉宝来到小木床上给爷爷添乱。爷爷一边整理着竹子，一边躲避着辉宝的骚扰。辉宝在小木床上踉踉跄跄的，爷爷去一旁整理竹子，辉宝也要跟在爷爷屁股后面。而瑞宝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也爬了过来，而辉宝则是爷爷走到哪儿自己就跟到哪儿，看起来比江爷爷还忙。看到姐姐也过来了，还来到姐姐身边跟姐姐贴贴。而今天的瑞宝变得腼腆了起来，或许是因为今天辉宝过于活泼了，给瑞宝的形象掩盖了。瑞宝在小木床上看着爷爷和妹妹玩耍，一会儿江爷爷回来继续整理竹子，瑞宝就这样乖乖的在小木床上待着，不给爷爷添乱，很是懂事儿。而辉宝则一直跟在爷爷屁股后面，虽然每次都会慢点，但都会赶到，将爷爷像逗小孩一样逗辉宝开心。而此时的福宝依旧是在园区里散步，不过福宝最近的体重一直稳定在200斤以上，说明福宝最近的心情不错，食欲也自然跟着变好了。爱宝此时正倚靠在树上挠痒，一抬头看到辉宝正在独木桥上练习平衡能力。爱宝从小滑梯上下来，来到辉宝身边，打算陪着辉宝一起练习。爱宝来到辉宝身边后，让辉宝大胆往上爬，表示有妈妈在身边，不用害怕。辉宝看到妈妈在身边，一下便有了安全感，努力爬了上来。而爱宝就慢慢的走在辉宝身后，看到辉宝爬得慢，就坐下来等等辉宝，也不会催辉宝。爱宝看辉宝后腿不用力，走上前拍了拍辉宝的后腿，表示后腿要用力，走路才能稳。辉宝重新爬上独木桥，这次辉宝好像掌握了刚才爱宝指点的要领。辉宝后腿用上力气向前攀爬了2步，确实比刚才强了很多。辉宝走了2步，表示太累了，自己要休息一下，因为接下来独木桥下方的坡度比较大。爱宝怕辉宝从独木桥上摔下来受伤，于是便来到辉宝身前守着辉宝。一会儿，爱宝陪着辉宝成功爬到了小亭子上，爱宝坐在了瑞宝身边，这个样子像是妈妈在哄自己孩子睡觉。爱宝每天带俩孩子真挺忙的，刚陪完小的又哄大的睡觉。爱宝听见身后辉宝的声音，给自己调整了一下位置。爱宝坐在姐妹俩中间，守在姐妹俩身旁，小脑袋还晃来晃去的，这画面感既温馨又可爱。而此时的大姐则正在室外园区独当一面，每天的生活同样很快乐。一会儿，姨姨再次排队回来，瑞宝、辉宝姐妹俩又打上了。姐妹俩在小滑梯上拳打脚踢，今天的瑞宝又占上风了。不过辉宝也不再是吃素的了，姐妹俩打得有来有回。此时正吃着竹子的爱宝看到姐妹俩打得这么激烈，及时上来制止，而姐妹俩则是给妈妈让开小滑梯，去到一旁继续去打。瑞宝没站稳，给自己摔到了小木床上，站在小木床上伸手去打辉宝，没想到辉宝轻松闪过。瑞宝心想，辉宝啥时候背着我练功夫了？瑞宝表示这比自己挨打还难受，自己在小木床旁委屈了起来。